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华南理工大学的 Kate Code 网友啊，B 站账号啊，他的这个悬浮的视频啊还在持续发酵。那这个视频呢，被奚老师爆出这个截图啊以及动图之后啊，在 X 平台，在其他的韩国导拍论坛都引起比较大的轰动。那大家对这个事儿都议论纷纷，那到底是超导还是其他的新型材料？那罗老师啊，在沉寂了不久，可以说终于露头了啊。那么他对 Tone 网友啊，就 Kate Code 的这个样品进行了总结。默默呢也在知乎里提到了这个。那现在呢，就是罗老师认为啊，Tone 实现了对侯晓明这个全悬浮现象的这个完全的复现，而且呢可能做的还更好。第二点呢，就是他猜测呀，这个两个样品连到一起能挂起来或者悬浮起来，可能因为上一个样品它扭曲了磁场，就给下一个样品创造了条件，钉扎也好啊，或者其他一种形式的特殊的力。总之来说呢，是两个样品相互作用。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觉得有时效性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吸了，他认为呢，可能和奚老师提到的这个记忆效应是相似的。那么如果呀这个东西能核实啊，包括材料能够做出一个完整的分析来啊，很有可能呢，会有一些新奇的发现。这是罗老师的一个总结啊，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那实际上今天开始啊，突然呢，大家对于巴西的那篇论文呢，又热闹起来了。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海外的自媒体账号也在导拍论坛上啊，讲过东西，那么就是讲了巴西那篇论文，就是 Brian 王的那篇论文，在导拍论坛上转发，然后默默呢也做了介绍。那现在这个巴西的这位这个科学家啊，叫克雷佩维奇啊，他呢，之前我们在1月3号、1月5号吧，我专门做过一期介绍他的所谓室温超导。当时也很巧，他所有的时间都比李师伟早一步。那么他宣称呢，在石墨烯手撕的石墨烯的缺陷里面发现了室温超导。那到底是真是假呢？这个事啊，我当时也当成有点演绎性质的，因为发表的这个媒体啊，这个刊物啊，也不是说特别的高，是吧？所以呢，我也持一个保留态度。那现在看起来呢，因为这篇论文啊，它第一个它是比较简单，手撕石墨烯有缺陷，贴上这个银电极，它就能，是吧？就能零电阻。那第二个呢，它又是一种反主流的，你看不用极高的压力，不用这个极低的温度，它就能超导，它特别符合我们导派的朋友、老百姓对这种室温超导的热切愿望。所以我觉得它有可能会引起下一步的火，在 LK99 之后啊。说起来，这个克雷佩维奇啊，这个人啊，可以说是研究石墨是一辈子。那大家知道啊，这个石墨是我专门做过一期关于石墨的介绍啊，石墨也好，石墨烯也好，热解石墨也好，研究他的论文啊，说汗牛充栋一点都不过分。那很多人研究啊，都是研究一个方向，如果不通了，那我再换个方向。要急于出成果。这位巴西圣保罗大学的这个物理学教授克雷佩维奇啊，他应该是个前苏联的人，移民到巴西的啊。他做了一辈子石墨的研究，真的是一辈子。我翻他的论文，从头到尾几乎都跟石墨有关，石墨烯有关。当然他的个人引用数据啊，在谷歌学术啊，在这个美国的这些主要评价的这个杂志里边并不太高，但实际上呢，可能我猜啊，前苏联的这些科学家呀，出来的好像他们都有一个另外一种的这个，他不太愿意在 archive 上发东西啊，或者是在这个参加这个学术的评论。这个人的水平是肯定是很高的，因为他在美国的几个顶尖的实验室都工作过，包括这个加州理工学院的呀 ，GPLU 的，还有应该是有一个叫惠普的实验室，应该也工作过，所以能力是肯定是很高的啊。他现在是在巴西啊，偏安一隅是吧？那么我翻到了他的一篇新的，也不叫新的了，是我没看见的一篇关于石墨烯和氧硫掺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在石墨碎片的边缘进行氧化或者硫化，能展现出相当铁磁性的这么一篇发言稿的，还不是论文。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标题叫 APS-11， 应该是 APS 发言哪年的一个发言的内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啊。这是这个论文啊，它的 summary。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标题啊，这个标题叫什么呢？叫石墨碎片中的氧和硫驱动铁磁性第一性的研究啊。这有意思，我一看这个题目就吸引住了，因为我们知道 TON 的这个样品啊，实际上里边是含有石墨的，它多大比例，是否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啊。那毕竟是它的工艺嘛，这是它可能要申请专利的。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石墨掺杂了东西之后呢，会表现出很多奇特的特性。实际上这方面研究是非常多的，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啊，可以说上千篇论文啊。那这篇论文呢，实际上我看那个标题呢是 APS-11， 那就是 APS 发言的，发言人叫什么呢？叫伊万瑙莫夫，也是他苏联老乡可能啊，因为他叫克洛佩维奇嘛。后边那个另外一个呢叫 Alexander Blakovsky 啊，也是一个前苏联的名字，所以呢我猜这就是他们合作的。那么这个伊万瑙莫夫呢是霍华德大学的物理系的这个教授啊，那他这个发言呢就很好玩。另外我特意又搜了一下，这个霍华德大学的这个伊万瑙莫夫教授啊，虽然他的学术引用也不是太高，大概还不如老金呢，但是他也在 APS 上发言。我们看一下他在 APS 上发言的，他有3场都有他有的是他发言，有的是他参与的论文。你像这个论文呢，就叫石墨烯和铅 0.24 锌 0.76T异质结构中的自旋电子量子相变与巨型的Rashba 自旋轨道耦合，这么一个发言是 K23000006啊，这是不是个虚拟发言啊？你看下边就是他们介绍的，他们就用这个一种拓扑材料和石墨烯搞到一起，能做出一个像开关器件一样的东西，并且呢也和这个超导啊什么量子相变有关。好有意思吧？所以我这一下就敏感了。那第二个呢，也是他参与的一个论文的，是霍华德大学的，也是讲这个材料的，看到了吧？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还有一篇论文，也是讲这个和超导相关的啊。那么其中这一篇论文啊，叫拓扑晶体绝缘体石墨烯异质结构形成的2维电子气体上的磁疏运，它实际上指的呢就是石墨烯和它这个所谓 PST 是什么呢？就是铅 0.4 锌 0.76 和 D， 那么加在一块就是 PST， 它在一块搞到一起了。因为石墨烯的高载流子迁移率和 PST 的拓扑保护表面态是自旋传输的有吸引力的平台，它们结合之后呢，就形成一种特殊的混合系统，让这个磁传输量这个实现了磁传输的这个测量，发现载流子的迁移高达一个很高的数目。那么这样一种材料呢，也是引起了这个他们的关注。我感兴趣的是因为石墨烯和铅这2个关键词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他也要在3月4号在3月份美国物理学会发言的就这个人所以呢，那我们看完这个之后我们再看他之前在 APS 上发言的这个 PPT， 这个就是他发言的 PPT 应该是那么他就是讲他过去的一篇这个论文，这个论文呢就是跟我们讲和巴西这个说室温超导这个教授呢叫克列佩维奇合作的他上去讲克列佩维奇他引用了克列佩维奇的几篇论文，所以我们讲就是巴西这个圣保罗大学这个教授他是搞了一辈子石墨，他把石墨的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铁磁性、磁性各种各样都研究了。今天我们就看他幻灯片里边画得很热闹，我看他讲什么。大家看到了吗？实际上第一篇的图就讲明了意思了。你看这个元素周期表面氧和硫画个圈，对吧？他就是把氧和硫他要氧和硫呢，在这个
这个石墨的锯齿边缘上给它置换上或者掺上，这是石墨的结构，看到了吧？哎，就是我后边这个结构啊。那么这石墨的结构里边呢，它在边缘上要换上氧和硫，就是氧化。哎，它这么搞一搞，那么引用的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克里佩维奇巴西圣保罗教授的这个叫基于碳的磁性，关于不含金属的碳基化合物和材料磁性的概述，他有这么一本书，哎，出版过。那么这篇论文，这篇这个演讲也引用了他书里面内容。我们再看下一个幻灯片啊。你看这片呢，就讲什么呢？就是氧气驱动的石墨材料的解链，哎，解链之后呢，氧才能上去，我是这么理解的啊。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磁性曲线啊。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呢是硫，你看了吧？是吧？那么用硫驱动的解链和铁磁性，哎，这是硫驱动的解链和铁磁性，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哎，这个就是他们在分析可能的机制是什么啊 ？possible mechanism， 可能的机制是什么呢？他认为啊，就在这个边缘上，哎，这个边缘上的氧或者硫替换掉了啊，它氧化了，这个就置换掉了。那么不经过任何修饰的这个石墨的这个锯齿的这个纳米带，哎，那么经过了这个东西之后呢，这个材料就表现出一种特异特性，这个叫 para 啊，这个就是不经过任何修饰的这个石墨的锯齿状的这个纳米带就在边缘上被氧和硫给换了啊。那么换了之后呢，哎，氧和硫就改变了整个它这个石墨的一些性能。有哪些性能改变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氧化或者硫化这样的这个石墨碎片啊，如果它们的锯齿状边缘以不同的方式，这个就是收边的中指的，可以展现出铁磁性。那这种铁磁性啊，沿着 Z 轴方向堆叠这些碎片，这个碎片是稳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氧和硫的原子啊，托浮应该会减小，由于这个装饰边缘的减小不对称性而出现的静磁矩与实验观察一致啊。就前面我们说的这个用硫之后呢，它的磁矩呢会等于0，而用氧中指的边缘上的磁矩会减小2到3倍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论文。我感兴趣的呢，就是说这个石墨和氧和硫，包括前面他们发言里边说，在石墨烯的表面再叠上铅啊，不是铅啊，就是铅、锌和锑的一种材料啊。那么现在我们想啊，这个华南理工大学这个 Ten 网友啊，他做的这个材料啊，我们大概知道是拿竹毛枪烧的，那具体它掺了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啊。那掺完之后呢，这个材料里边可能已经做出一定的数据了，乔老师和这个习老师可能正在分析，那最后到底是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猜可能和这种东西是类似的，哎，可能是类似的，是吧？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APS 会议上的这个发言的这个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叫石墨烯和铅、锌、锑在自旋电子学，就是这种量子效应啊，就是石墨烯和这种拓扑材料组合到一块之后啊，有很多新奇的东西，然后很多论文都是这样的。所以在 APS 上啊，光这个就是克里佩维奇合作的这个瑙莫夫教授，他就有3场发言啊，不是有的他不是主讲人，有的是他是主讲人。所以这个石墨的研究啊，确实是大有搞头啊！他开辟了一个新战线。那么 LK 就到底导不导 APS 上可能会有个阶段性的结果啊，也可能是阶段性的争论，又引起更大的争论。我相信啊，很有可能在 APS 会议上，这个石墨烯也会掀起一个新的浪花来。我们过去的一些常识上的错误啊，都可能因为新的研究而被颠覆。是吧？那好的，这就是关于巴西的圣保罗教授这个克里佩维奇以及他合作的这个伊万瑙莫夫教授他过去的一个 APS 演讲稿的介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